从高中第一次接触影像，拿起摄影机开始，我便痴迷于用最新的技术和最好的画质去记录这个纷繁的世界。但同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出现，甚至也有人给我们贴过器材党的标签。追求极限视听感受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6K、8K 甚至 12K 是真的有用途，还是设备厂商的军备竞赛？这个问题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回答，所以我们制作了一个视频，也许看完了以后，你就有了自己的答案。好，各位好，我是 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不知道刚才的视频有没有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假装挑战这个东西其实不算新奇，不过制作一个高技术规格的假装挑战就很有意思，也很难了。那这个想法也成功打动了酷爱整活的机米投影，那感谢他们和我们一起共创了这期节目。那对了，刚才的视频素材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官网下载，免费，你可以练练调色，也可以看看 12K 的真实画质。那同时它也内嵌进了机米 IS Pro 2。那你先别急着下载，可以来听我说完我们这次的幕后故事，也许看完之后，你就能够学会制作自己独一无二的假窗。窗景拍摄不同于以往的样片拍摄，除了画面好看，它的拍摄内容需要符合人眼从窗外看出去的景物，同时还得具有足够的沉浸感。那声音对于假窗也同样重要，潺潺流水声、夏夜虫鸣的白噪音，也是使人放松、增加氛围感的关键。于是我们根据这些要求定下了雨林、列车、瀑布、火星还有海底这5个主题的窗景，并且在全国找到了对应的拍摄场地。那如果你们看过之前我们在厄瓜多尔的拍摄经历，就应该知道外景拍摄就纯粹是看天吃饭，老天爷不给面子，那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为了拍到雨林下雨的窗景，我们特地看好天气，深入到西双版纳的原始雨林里等待一场大雨。而光在这杂乱的雨林里面找到合适的景，就把我们给难住了。在一般的拍摄里面，你可以通过焦段、视角、景别这些要素的改变，来调整构图、突出主体，使一个普通的场景具有表现力。但是为了模拟窗户的视角，我们只能用标准焦段来平视取景，这就要求场景本身就要具有很好的前后景层次关系，还有光影条件。那好在最终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一条小溪，那树荫遮蔽，流水潺潺，一根巨大的枯木横在溪流中间，提供了视觉主体。阳光洒在水面，形成了光区，构成了强烈的明暗对比。于是摄影师二话不说，就拎着机器一脚踩进水里。那其他人也全然不顾鞋子会湿透，纷纷下水，帮着撑脚架、递镜头。一切准备就绪，大家穿上雨衣，就等天气预报里那场大雨了。而这一等就是4个小时，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牛毛细雨。然而天色渐渐变暗，完美的光区也早已消失，树叶的暗部也都飞起了噪点。就很遗憾，我们没有拍到想要的雨景，就真的那种付出了却没有收获的感觉太难受了。然而风光摄影就是这样，光线也不会等人，天气也很任性。为了一个完美的画面，你很有可能真的要在一个地方守上10天半个月。在接纳了不下雨的事实之后，我们整个团队只能调整心态。第2天要转战一个植物园，在烈日下寻找合适的热带植被来作为窗景。那微风轻拂，娇影婆娑，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世外桃源的风景？但是即便晴空万里，拍摄依然不缺意外。长时间录制还有高温，使得 SSD 拍着拍着就大量丢帧，多次读写失败。于是我们只能就地取材，买了几瓶冰水来自制冰袋，对固态硬盘进行物理降温以后，拍摄才得以继续进行。那虽然还是拍到了一些美好的画面，
但是下雨对于假窗挑战来说依然是不可或缺。我们也没有妥协，回到杭州之后，又找了一片竹林，在大雨里补拍了整一个雨景。如果说雨林是对心理的考验，那瀑布的拍摄就真的是实打实对肉体的折磨。那不想形容太艰苦，因为外景拍摄都这样，但是像这次这么惨烈的，确实没有这么多。哎呀！那此行拍摄的羊皮洞瀑布是一个藏在深山谷底还没有被开发过的野生瀑布。那我们在西双版纳没有等到的雨，却在这边下了整整1周，这使得原来就陡峭的山路变得又滑又泥泞。我们也可以说是一路就从头摔到底。好在瀑布没有让我们失望，磅礴的瀑声，飞泻的水流，就真的像诗歌里形容的那样，飞流直下3000尺。那为了能够以一个完美的构图来呈现瀑布的壮观，我们就踩着淤泥来到可以摸到瀑布的地方，架起了设备。而瀑布掀起的巨大水汽却给拍摄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就别说是镜头，就连人都会在1-2分钟内迅速湿透。所以擦完镜头，我们就立马录制，趁镜头起雾前捕捉有效的画面，就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那不过好在画面内容变化不大，后期通过交叉叠画，你就能够实现一个假窗视频的不断循环的效果。那拍完以后，我们也没有立刻关机，而是进行了半个小时的烤机烘干，防止水汽锈蚀到机身内部，烧坏电路。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这种不做任何防水措施就在水雾里硬刚的行为，千万不要模仿。那不要问我为什么，如果你经历过2台 Red 同时进水挂掉，你就自然懂了。如果说雨林瀑布还算寻常的窗景，那火星应该就是不曾有过的主题。当初定下这个场景，就是因为祝融号刚刚被送上火星，而这份人类千百年来对宇宙的向往，我们也想把它留在假窗里。于是为了能够真实的模拟火星的环境，我们直奔青海，来到了这片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之一——俄伯良。不得不说，这千万年风轻雨时形成的雅丹地貌真的太绝了。在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我们就收获了不少绝美的镜头。那当然，光有景还不够像火星。为了使画面生动起来，我们还从火星营地租了一套宇航服，让机迷的小伙伴穿上，让他模拟宇航员在戈壁里行走。那要知道，这套衣服不仅不透气，还将近30斤重，在3000多的海拔上穿着这一身翻山越岭，还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还有毅力。那除此以外，光线对于火星氛围的营造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光线的好坏直接就决定了意境的高低。Golden Hour 就是永远的神，日出日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好日出时间，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了拍摄。当宇航员在淡粉色的朝霞里面慢慢朝你走过来，那个时候我们都惊呼：这也太像火星了吧！虽说我们没有去过火星，但这是我们最尽力拍到的画面了。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能去火星拍下真正的假窗挑战。那其实整趟旅途最轻松的就是海底世界了。那虽说轻松，但是遇到的技术问题还是不少。海底主题的假窗视频是我们在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的海底餐厅里面拍摄的。然而隔着一层亚克力玻璃拍摄，反光就成了一大难题。一般避免玻璃反光，你可以通过减弱环境灯光，把镜头靠近玻璃，或者使用橡胶遮光罩、偏振镜等等附件来过滤掉一些穿帮。然而我们什么附件都没带，犯了一个大错，就你没听错，什么都没带。因为本来以为餐厅能够将灯光全部关闭，所以就不存在反光的问题。但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才知道，只有几盏灯可以为我们关掉。于是我们摄影师星河只能土法上马，用大力胶把自己的黑外套贴在玻璃上，然后再把镜头从袖口伸出，算是自制了这么一个遮光罩，才使得这些魔幻的画面得以被完美的记录下来。判断一个外景摄影师是否优秀的标准，很多时候就是他能否利用手头的东西来解决这些突发的问题。这次真的要给我们的摄影师星河和音师加个鸡腿。那至此10天飞行1万公里，一路跋山涉水的外拍之旅总算是结束了。然而挑战还在继续，最高规格假窗挑战，除了这些画面，还有杜比全景声的氛围，更好的空间包围感，更精准的声音定位，以及更多的声音细节，使得这种沉浸式的音频制式成为呈现假窗白噪音的最好方式。
那传统立体声和杜比全景声在感知上有什么不同呢？你戴上耳机仔细听，这是立体声，这是全景声。你会发现传统立体声的空间感非常有限，文字在基于左右声道的线上运动，空间感不足。但是杜比全景声则不同，你会感受到文字在一个3维的空间里移动，而且有迹可循，声音可以扩充至脑后，甚至是你的头顶。那一个真实的球状声场，就是杜比全景声的最本质的特点，也是所谓的沉浸感还有空间感的根本来源。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杜比中国战略合作伙伴8082 Audio 进行了影院级别的全景声制作。那从杜比全景声系统到 4K 放映机，全景声的制作环境其实就是一个能够进行后期制作的迷你杜比影院。那虽然说制作环境要求非常苛刻，但其实全景声制作逻辑并没有像你想的这么复杂。每个声源就是空间中包含的材质、响度、位置、效果的元素的一个点。那声音设计师的工作就是在一个3维的空间里，给每个声源打上关键帧，再通过对关键帧上面的各个参数的调整，来安排和规划每个声音的运动路径，从而使得声音更加贴合画面的真实逻辑，让人产生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随着全景声的制作完毕，Gimi S Pro 2也迎来甲方对它的挑战。那不得不说，作为一台 LED 投影仪，它的 4K 画面的细腻程度和2200流明的高亮度，确实有惊艳到我。当它完成自动对焦，聚焦在甲窗上的那一刻，我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那让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6K、8K、12K 有意义吗？那很坦诚的说，技术确实是为内容来服务的，一切影视作品必然是内容优先，画质往后。但是追求画质和硬件，这本身没有错，技术的不断进步，才能让影视的魔法不断突破我们的想象。那我期待着以后有 8K 乃至12K 投影仪的出现。假如有一天窗外阴雨连绵，你又心情不佳，这时候一个明媚窗景，或许就能给你带来一丝丝慰藉。即便它多多少少会和真的有一点区别，但这并不妨碍为闭塞的空间，为我们的心多开一扇窗。而这也是我们想通过这次甲窗挑战告诉你的，即便条件有限，你依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让生活发生一点美好的改变。感谢吉米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他们让我们发现原来我的窗景可以无限种可能。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